大叔，大叔，给您打听个事儿啊，一边待着。这有点高。跑得下来啊！回见您啊。老爷，他们这人都这样吗？你瞧瞧人家一个个饿得脸都菜色，见你这样的能没气儿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看老爷的，老爷给你问一遍，绝不是这个结果。走。这位小哥，这位小哥，来，到我呢，跟您打听点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咱们这是第几次放粮啊？就这么一回。那以前他们干嘛去了？以前咱不是说了吗？没粮，今天囤够粮就放这么一回。哦，朝廷每年都下拨赈灾粮，就没发给过你们？能发就不错了，去年1粒米都没发，饿死多少人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个衙门不放粮，那他粮行干什么去了？你能不能别提粮行啊？整个临津州粮行不都是他们姓安的吗？要么压着不放，要么势大开口，1斗米卖1两银子，谁买得起啊？为富不仁呐！那就不是个人。说得好，我这不是冲你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来，赶紧吧，赶紧，谢谢啊！什么东西？你笑什么？老爷，不是人家对您也这样吗？但是老爷问出结果来了，你呢？对了，老爷，这饭馆里边什么都没有，这个点了，咱们去哪儿吃饭？别吃了，就你胖成这样，再吃就该挨打了。吃饱了没，姑娘？不赖胖子，那些人自己饿，自己心里有苦。大人，那咱们接下来去哪儿？谁家有粮食，咱就去哪儿。走。走吧。你以后能不能不叫我胖？我有那么胖吗？不叫你胖子，那叫你什么？怎么没人买米啊？掌柜的，今日没米，回去吧。哎，您这不是挂着牌呢吗？说今日卖米啊？你没看着是放在屋里面的吗？卖光了。这才什么时辰呢，就都卖光了？不是你，我怎么说你？几位是来买米的吧？废话，买布谁到你这儿来啊？是，就是，这位姑娘说的是，不过确实今日卖空了。掌柜的，我们要的可多，不买散粮。哦，这位呀，您打算要多少？你有多少？这位爷的意思是，打算把我们这四海粮行的粮食都买下来。哪儿这么多废话呀？能不能做主了？不能做主，找一个能做主的，说得算得出来。别说你这四海粮行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这整个临清州，哎呀，行，小妹，是啊，小姐，咱们刚到这临清州，不能像在咱们这保定一样，吃包子就得给钱，杀人也得偿命啊！你说这都挨得上吗？哪儿吃包子不给钱，哪儿杀人不偿命啊？你问人掌柜的，你们这吃包子给钱不给钱？杀人偿命不偿命？啊，吃包子，那跟您逗呢。我这位小妹啊，脾气大，我们这伙计呢是个傻子，您别介意啊。无碍。我冒昧的问一句，您三位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河北保定府的公事。哦，保定府是什么公事？不可说。说就说，说出来呀，吓死你！可不能说，这事谁知道了，谁随时就会被掉脑袋的，咱不能害了人家掌柜的呀！不会了，您可千万别说，我不会了。哎，行了，哎，咱这么着啊，掌柜的，这买卖呢，咱们是得做。我呢，让我俩伙计上您这米铺里头，每样抓一小板，留个样，这不过分吗？这？没问题，您随便。哎，得，快，去，别嚷嚷，去。
抓一小撮，别多拿啊。哎，这爷您请坐，您请坐，您坐。哎，您喝茶。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掌柜的，咱们说说吧，您这米价是怎么卖呀？这个嘛，要看是散还是整。那这散的怎么卖，整的怎么卖呀？这大米散卖，1升10文，1斗95文，整卖要看您要有多少。这其余的谷子、高粱什么的，均价1担1两5钱。您要的多，可以商量。爷，您是要多少？哎呦，这不是要多少的事儿，您这粮价可不低呀，您这个。这临京州就你们家粮最多，还抬这么高价，哼！我发现你们这独一份的买卖吃的可真香啊。对呀，掌柜的，为什么我们这一路走来，这整个临清州就你们粮行里边有米啊？再说了，你们这米也不怎么样嘛。就是，二位有所不知啊，我们这粮食，一是因为我们这是优质粮食，值这个价；二是因为啊，我们这粮食的货源和渠道也需要成本啊，这叫物有所值，不叫偷价。我跟您这么说啊，掌柜的，反正我们呢这次要的是多呢，我就得往这儿倒腾银票，您得跟我交个底呀。您这到底有多少存粮啊？您这个，我还真不能告诉您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们这4海粮行最不缺的就是粮，您要多少，我们有多少，绝对管饱。哦，要多少有多少啊？哎，这我纳了闷儿了。我们河北那边可真是没多少存粮了。您问去啊，所有粮行都没多少存粮，你们这儿怎么这么多存粮呢？这几位都是明白人，这各地有各地的玩法，这都正常。就像您说的，这公家的不可说，我们这儿啊也不可说。是。哟，感情你们这粮行还有内部玩法？行，人家这各地有各地的规矩。哎，那您这儿这么多粮食，那怎么着？这都卖谁呀？都卖老百姓。这个啊，您忘了，不可说。怎么也不可说啊？你们这市里边也有公事啊？不是，这位公子，你可不能乱说。我们这是自家粮行，这跟公家半点边都沾不上。您别急，他就是随便问问啊，您甭在意。这也不能这么说话呀。是，你们这几位，就别在我身上多费心思了。就这买卖成了，我也做不了主。您这话说的不对。您看啊，掌柜的，咱这买卖这么大，我自然会找您的老板谈。可是咱要签下这么大一单来，您琢磨啊，我跟老板那儿多说2句好话，这功他不得记你头上吗？不敢当。您还是找我们老板聊吧，我就不陪各位了。哎，别，那行，那您把你们老板请出来吧。不巧，今儿个我们老板不在家。嘿，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你让我们找的你们家老爷，这会儿又说他不在了，你这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啊？你这老小子是不是想找事啊？你信不信我跟你说公事？我惹不起，我还躲不起。别跑！你给我回来！有能耐把手给我放下，有能耐把耳朵留下。行了，人家都走了，还瞎嚷嚷什么呀？来，人家都走了，你们冲里边瞎嚷嚷什么呀？你们还……老爷，我眼力怎么样？今儿啊，你这个孩子平时在京城是不是就是这副狗仗人势的德行？没有啊，老爷，我一直都是跟着你出门的呀。我看中就选，真没有啊。大人，我呢？姑娘，你演的呀是挺像的，可是您那个不叫真厉害，您那叫装厉害。那真厉害得什么样啊？想想我家夫人，你拿着没有？拿着。老爷，刘墉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
还没有什么动作。济南方的意思啊，是让咱们尽力配合刘墉，让他速速结案，尽快离开咱们临清州，这样不让他对咱们这儿起什么疑心，那咱们就迎上去，尽力配合他，让他速速结案。明白了，老爷。另外，刘墉已经在来的路上。哦。哎。哎呀，小人见过刘大人。你是？小人乃知州大人管家。哦，找我有事儿啊？回大人，我家大人听说您来了我们临清，想尽尽地主之谊，所以小人今日前来，是奉知州大人的命令，想请您到酒楼一聚。等一下啊！哎，哎，大人，这怕是来者不善啊。老爷，要不我跟你去吧？你们俩呀都甭去，去了也是站着，不累的。我一个人去，啊。秦朗啊，现在正在盯梢，有什么消息传回来，你们到酒楼去告诉我。啊，明白了，老爷。走吧。哎，好，刘大人请。老爷，刘大人到。哦，快有请。刘大人请。哎呀，刘大人，刘大人，李大人，不知您匆忙前来，也不提前通知一声，下官也没有一个，很好的准备呀。哪儿的话，李大人就这么冒昧的来到了您的临清州，还多担待啊！哎呀，哪里话哪里话，请还来不及呢。来来来，临时略备酒水。刘大人上座。您请，您请。来，您上座。客随主便。来，您请，您请，您请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哎呀，刘大人，多谢多谢多谢，给您满上。刘大人，您屈尊大驾光临我临清州，不知有何公干呐？嗨，叫公私兼顾吧。啊，要都是公事的话，岂能不跟您说一声啊？私事的话就不方便开口了。理解理解。那既然是公私兼顾，那还是有一些公事的吧？话说到这儿啊，还真是有件事儿，麻烦李大人。刘大人，您见外了，尽管吩咐。李大人，我东昌府日昌钱庄一把大火，这您想必是听说了，惨呐，6条人命。现在纵火者呢，已然查出来了，叫安小海，是您临清州四海粮行安四海的儿子。有消息探报说，安小海现在人就在临清州。李大人，我得把这安小海缉拿归案呐。如果李大人有什么消息的话，还望助刘墉一臂之力。哎呀，真没想到会有此事啊！不过刘大人，您尽管放心，只要这安小海还在我临清州境内，我一定将其缉拿归案，送还给刘大人。先行谢过，多谢多谢。刘大人，请。李大人呀，刘墉从京城的左都御史被贬为东昌府知府，这个想必您也听说了。上边追得紧呐，这么大的案子，如果我不查出来，也对不住地方百姓，不是吗？刘大人威名远扬，爱民之心早已深入民心。说实话，下官早已对您仰慕已久，今日得见，已是三生有幸啊！别说了，李大人，别说了，这都贬为知府了。哎呀，无地自容啊，李大人。你看，但是我进了您的临清州，我一看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其乐融融，刘某心里甚是感动啊。
不多说了，你我都是山东的一方父母官啊，客套话不讲了，不讲了。哎，刘大人果然名不虚传啊，一点大官的架子都没有啊。那好，那下官今后就不讲这个凡夫的礼教了。当然，咱们同朝为官，今后就是一家人了，还要多亲多近呐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来，敬李大人一杯。哎呦，那岂敢！我先干为敬，先干为敬。来，给您满上。话说到这儿呢，李大人，这还有一件事情，又得麻烦您。哎呀，刘大人，您尽管吩咐就是了。我呀，有个手下，叫秦朗，是个捕头。此人呢，办事异常鲁莽。我这不是要缉拿安小海吗？他就来到了您的临清州，也不打声招呼，直接自己动手。你看这个你，结果呀，被官府通缉了。哎呀，刘大人啊，您怎么不早说呀？我还真不知道这秦朗是您刘大人的人。是啊，你这大水冲了龙王庙嘛。所以说呀，我想请李大人可否通融通融，把他这个通缉就取消了。您看您见外了，什么通缉不通缉的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咱们是一家人，我马上就通知下去，把这个取消了。哎呦，多谢多谢，多谢，我赎罪赎罪。哎呀，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！来，哎，请，实在是误会。哎呀，刘大人，来，您请您请。多谢多谢。哦，对了，刘大人，您这是准备安身于哪儿啊？哦，已然住在那个叫临南客栈。哟，已经住下了。啊，那怎么能住客栈呢？刘大人，我这府衙里也有馆驿，虽然也有些简陋，但总比驿站方便得多呀。李大人有所不知啊，这次来啊，带着夫人一块来的。非要说看看临清州的风土人情，不住馆驿，要住客栈，你要把他搬过去，他还不高兴呢。哎呦，这个格格也大驾屈尊来了。那下官得亲自拜见一下。嗨，这不是怕惊动您吗？他也就没提这事儿。所以说呀，让他自己安排吧，自己安排吧。啊，来，既然夫人心意已决，那下官就不勉强了。但是一定给下官一个亲自请安的机会。好，改日，请。哎呀，刘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哦。刘大人，早听说您对名家字画颇有研究，您看。哎呦，这是宋代张继之的真迹，送给您了，留着赏析。哎呦，李大人，这可使不得呀！张继之这可是好东西呀，君子不能夺人所爱。刘大人，好东西得碰上名家懂行的人，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啊！他在我这儿那就是暴殄天物，但是在您刘大人手上，那就是他真正归宿啊！收下。李大人，万分感谢。但是，此物还是放在您的府上。这样，咱们说好，改天我到府上拜望，咱们共同欣赏啊！刘大人，我也收藏名家字画几十年了，这种好东西我是难得一见呐。下官是真想交您这个朋友啊。一样的。老爷，刘管家到。大人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啊？孟南姑娘晕倒了。怎么了？可能是一路上劳累过度。真是麻烦多事啊！这跟李大人连顿饭都没吃痛快，你看这，李大人，你看，真是不合适，家里突然出了点小事。这样，那今天就先告辞了啊！
刘大人，您看您，那就不为难了。哎，但这东西您一定得收下。改天到府上共同欣赏啊！多谢啊！告辞，恕罪宋刘大人是。二位慢走啊。老爷，我来得及时不？好孩子，有眼力，越来越会办事啊！老爷，没想到刘墉这么不识抬举。哎呀，派人给我盯紧了刘墉，事态恐怕会更严重了。您是怕他来是针对您？今天与他见面，让我发现了他身上有股劲儿，就是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儿。他想要干什么呀？他想要干什么，其实也简单，他就是想要一个规矩。他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按规矩办，可他却小看了人的欲望。可是他没有啊。他有，他也想要，但是他强大的自律弥补了他的弱点。这人呢，就怕没有弱点。刘墉这些年过来，全是靠他自己这规矩，但是他忘了，他伤及了太多人的利益。等将来不得势，墙倒众人推呀。您还是很佩服刘墉。曾几何时，本官何尝不是希望以我自己一己之力来改变官场这不正之风。哼，老爷，刘墉可是对付咱们来的，他是咱们的绊脚石啊。而且济南那边有信来了，在询问进展。那就把这绊脚石搬开，从现在开始就正式宣战。干什么？慌慌张张的。亲王来了，来吧，你让他进来啊！我先进来给你汇报一声。汇报什么？自个儿人让他进来啊！哦，进来吧，秦捕头。行了，喜儿啊，别跟做贼的似的了。进来啊！今天我跟李耳朵谈完了，你那个通缉啊，没了。没事的，取消了。那是。来，坐。来。大人，项武已经安排出城了，明天就能到东昌府。好。哎，项武这次受苦了。哎，他现在伤得怎么样啊？没事儿，过几天恢复一下就好了。那就好。大人，你要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了。哎，秦捕头，坐下说两句话呀。大人就这么说吧。你是怎么着？打算找袁长春去？有点私事，我得问问他。哦，那你准备怎么找他去啊？就拿着你这把刀过去，气得咔嚓一通乱砍，最后把刀架他脖子上？那也未见得像您说的那样。我一个人，刀也架不着他脖子。哦，还是需要俩帮手。那这么着吧，你叫我跟你一块儿去得了。行啊，找两条棍子，咱们跟着秦捕头一块儿怒闯衙门。到时候帮不上忙呢，替他扛两刀也行。大人，您别说了，您不就是不想让我去吗？
您是不知道当时的情况，武子是一个人跑出来的。我见着他的时候，他整张脸打得跟花瓜似的，我差点没认出来，他腿还折了一条。您知道他见着我第一面说的是什么吗？他说：“哥，我饿。”大人，我不明白，我是捕头，袁长春也是捕头，我们俩有仇，他有什么坏？他冲我使，他把武子打成那样，算怎么回事啊？我这是见着武子了，我要是没见着武子，武子现在是死是活，我不知道。大人，我自己说服不了我自己，我也没法给向月荣一个交代。来，秦捕头，来，坐，先坐。秦捕头，来坐那儿再说。秦捕头，明白你的意思，啊。项武是你的兄弟，也是我的手下，你心疼我也心疼，这是心里话。可是你这么去，能解决什么问题呢？就说你一刀把他给砍了，那你不跟袁长春一样吗？咱们干嘛来了？还临清州百姓一个公道，这是咱们的事儿。真说咱把这事儿办了，啊，袁长春的下场好不了他。那您打算怎么处置袁长春？现在我只能跟你这么说：如果说袁长春触犯国法，开刀问斩，你来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好。贺大人，你回来啦？哦，哎，对了，刘大人跟邱姑娘回来了吗？没回来呢。格格在哪儿？在屋里。我找他一下。哦。格格。坐。哎，你看看，这做的怎么样？挺好，挺好。哎，哥哥，你说刘大人他们去临清州查案，您就不担心呐？这有什么担心的呀？经过上次的事儿，我也算是想明白了。有些事儿你管得越紧，他越想往出跑，倒不如索性放手，让他去做。我觉得他们这么去不安全呐。这不有秦朗吗？他武功不行，真遇到什么事儿了，他摆不平的。哎，子枫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秦老爷来了？我不是替格格你关心吗？从小到现在，你什么事儿能瞒得住我呀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上邱梦楠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还不承认？我从你看他的眼神中我就看出来了。不过想想，梦楠姑娘这人还不错，模样也还行，就是出身不太好，配你啊还差点。格格，这出身有那么重要吗？刚还说不喜欢人家呢，现在就替人家说话呀。哎，如果是梦楠跟七彩的话，你更喜欢谁？不是，格格，这里有七彩什么事儿啊？你就选一个。那肯定是邱梦楠啊。那我就心里有数了。等老爷从临清州回来，这事儿啊，包在我身上。别，格格，我们俩没到那份儿上，您别再把他吓着了。怕我把人家吓着啊？我倒觉得你会吓着人家姑娘呢。哎呀，你说我平时啊，遇到再复杂的情况，都能应对自如。可怎么一见着他，我就变得这么笨了呢？
我告诉你，这女孩子都喜欢被人哄，没事多哄哄，多说说好话。有道理啊。这秋梦兰命还真是好啊，先是拜了老爷为师，现在又被一个大内侍卫喜欢着。哎，哥哥，我觉得咱们还是去一趟林清州吧。你想啊，你说咱们都一块儿过来的，不能光他们在那儿忙活呀。咱们在这儿一待，什么都不干，不合适。行，那就随了你的心愿了。咱们去趟林清州。好嘞。你干嘛去？我收拾东西啊。明天再去。哦，对，明天。老爷，安家有动作了。怎么样？安家这几天一直大门紧锁，安四海正在悄悄变卖财产，收拾金银细软。那安小海呢？安小海自从被带回家以后，一直关着，从未放出。哦，那现在问题就清楚了。他既然不敢把安小海交给刘墉，那就更证明这个账本一定在他们手上，否则不会因为一场火灾烧死几个人，他就这么慌张，收拾金银细软。哼，我看他是想逃离我林清州啊！我已经派人日夜监视，一有变动，随时向您禀报。好，你去办吧。啊，给我盯紧了。是。刘大人，光临寒舍啊，蓬荜生辉呀！您有什么事吗？安老板，你儿子在东昌府可烧死人了，您这个当爹的是真不知道啊，还是装糊涂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也在到处找这个小兔崽子。等我找着他，我一定把他绑好了，亲自送到东昌府去，听凭刘大人发落。哟，这个刘某可实在没想到，看来安老板还有大义灭亲的意思。哎呀，这个刘某先当面谢过啊。不过我今儿来呀，是想跟您商量另外一件事情。另外的事，安老板，您这当爹的，真不想保安小孩一条性命啊！一把大火，6条人命。大人，我想啊，我当然想。虎毒尚不食子，何况人乎？小海那是我的独养儿子，我怎么会不想保他命呢？不过这孩子他惹这么大祸，刘大人您呢又是出了名的清正廉明，所以您真能够保住我们小海的命吗？话分怎么说？按说呀，一把大火6条人命，法网难逃。可是呢，凡事它有前边，它就有后边。安小海，我相信一定是站在前边的那个人。换句话说吧，如果说能够帮助官府查明真相，亡羊补牢，未为晚也。戴罪立功嘛，从轻发落，也未可知。那我们该怎么亡羊补牢呢？安老板，我听说日昌钱庄有那么一个账本，您应该知道吧？日昌钱庄啊，肯定有很多账本，不知道您要的是哪一册呢？当然是藏在密箱里的那个账本。哎呀，您看啊，我们小海啊，他在日昌钱庄管账，
不过，您说的那个暗箱的账本，我听都没听过呀。刘大人，您放心，我们小海啊，在日常钱庄做的都是正经生意，不怕查账的。嗯，好吧。那看来账本这事儿，我就只能亲自问安小海本人了。那好，如果说安小海能够回到家里来，麻烦您一定告诉我一声。哎，您呢也告诉他，我就在临清州，不抓住他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啊，还有，李尔多大人一定是已经知道我来府上拜会过了，他呢也一定会来找您。啊，那好吧，那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刘大人，不谈完了吗？如果我答应您，您可不可以也答应我一个条件？我打一进门就在跟您商量这事儿。把我跟我儿子小海平安送出临清州。你没问题，安小海暂送出临清州，将来从轻发落。可我怎么才能信你呢？您当然可以不信了，可是您现在还有别的可选吗？您就说吧，您想要什么？我说半天了，我要账本啊！可我真的不知道账本的事啊。您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么着，我给您讲讲这账本有多要紧。来，坐下，慢慢聊。坐呀。您讲。日前，索伦图围了东昌府这事儿，您知道吧？为的就是这个账本，掉了脑袋。现在又是6条人命，徐武也死在这账本上。到目前为止，前后后8条人命。安老板，您真觉着安小海的本事比索伦图和徐武还大呀？把账本给我，我送你们父子出城。那我们什么时间走？现在不行，我手边还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完，我怎么着也得2天以后才能动身。反正是越拖越危险。我会尽量快。好吧，一言为定，2天之后我来接你。安小海现在还安全吗？还算安全吧。那就告辞。大人，只要您把我跟小海安全地送出城去，我不但会把您想要的账本交给您，我还会告诉您一些您感兴趣的其他事情。一言为定。哎，告辞。大人，刘墉刚刚去了安府，找了安四海。什么？就在刚才，刘墉主动去了安府，找了安四海。啊，那安小海呢？安小海从家里一出来就被我的人盯着，现在是在城边的一个民宅里。好，一定给我看见了他，将来能派上用场。大人，我觉得要不直接就把安小海给杀了，给刘墉一具尸体得了。不可，
那安小海是安四海的唯一宝贝儿子，不能把他逼急了。安四海眼下还要用场。哎呀，这刘墉跟你聊得还不错啊。大人您看啊，刘墉，他知道您在派人跟着我，他还是来找我，为什么？他就是为了让你我之间起猜忌。一旦您开始怀疑我了，哎，他可就得逞了。哎呀，四海兄啊，咱们多少年的交情了啊！我什么时候怀疑过你呀？是，您看，其实刘墉来找我干什么，您心里很清楚，他就是来找我问问小海的下落。怎么？小海你还没有交上去？还没有。哎呀，四海兄啊，你怎么不按我说的办呢？你交给他，我不跟你说好了吗？肯定高枕无忧，你这不麻烦了吗？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刘墉来了，何止就是为了问小海的事儿啊？啊哈。